大家好，昨天德国媒体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即将出访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消息，与普京会晤是肯定的，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则还不那么肯定。我们来看看德媒对此次出访有何期待。对普京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莫斯科，西方担心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联盟。现在中国的国家元首宣布对俄罗斯进行为期数天的访问，而且他可能会继续前往乌克兰。中国和俄罗斯希望深化其战略伙伴关系，两国元首的会晤定于下周初举行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周一至周三出访俄罗斯，会见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弗拉基米尔·普京。这是由中国外交部和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宣布的消息。俄方表示，习近平和普京会谈的中心议题之一是深化两国战略合作。中国说，中俄友谊尚不封顶。普京在2月份就已经宣布，习近平将访问莫斯科。当时，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在俄罗斯首次进行磋商。在1年多前，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前不久，中国和俄罗斯已就全面合作达成协议，两国都重申了两国关系的深度，尽快恢复和平谈判。中俄这2个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西方受到关切。西方国家批评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。上个月，北京拒绝了美国关于他正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指控。然而有消息称，习近平在莫斯科之行后还将访问基辅。显然，在访问普京之后，习近平将与乌克兰总统进行会谈。华尔街日报前几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了这一点。中国目前正在增加其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影响力。就在昨天，中国外交部呼吁基辅和莫斯科尽快恢复和谈。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说法，秦刚在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通电话时说，北京希望所有各方保持冷静，保持克制，恢复和谈，回到政治解决的道路上来。乌克兰外长说，谈话还涉及乌克兰领土完整的重要性。这是自秦大使12月上任以来，两国外交部长之间的首次正式交流。中国担心危机可能升级并失控。秦大使继续说：“好，朋友们，报道比较短，就那么多。中国应该是想俄乌事态尽快平息吧。另一方面也难说，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说，如果事态不平息，拖住西方也不是没有好处。否则到时西方会把枪口对准中国。对乌克兰这个国家，这几年对待中国的态度，特别是马达西奇的事，让我很难对这个言而无信的国家有多少同情。如果这个国家圆滑一点，本可以左右逢源，各方通吃，变成一个富裕国家。可惜啊，这国家的领导以及人民喝了民主迷魂汤，导致整个国家都废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家德国媒体的读者评论吧。为什么不换换口味而去乌克兰呢？去看一下巴赫穆特。下一位，如果我们幸运，美国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，我们只会得到一场新的冷战和东西方之间的墙，而不是第3次世界大战。这一次，北约的边界移至了乌克兰俄罗斯边界，然后就会事态不断升级。但波兰正成为西欧的一个风险。下一位，我觉得新的墙非常好，尤其是在俄罗斯周围。下一位，我认为中国的斡旋是好的，也是正确的，因为该国再次表明了他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意愿。如果俄罗斯和中国相处得这么好，加深友谊是顺理成章的，欧洲也将从中受益。下一位，老板市场下属的情况并不罕见，俄罗斯正在成为中国的廉价加油站。如果普京不听话，就会有麻烦。他已经看到俄罗斯的军队很没用。下一位，以前俄罗斯是欧洲的廉价加油站，是中国的廉价加油站就更好吗？下一位，中国人不会支付欧洲的价格。下一位，在这场冲突中，西方遵循其一贯的路线，没有认真对待其他重要的国家和他们的立场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俄罗斯、中国、伊朗公开结盟，中国和印度人数占世界的2%，以及整个发展中国家拒绝支持乌克兰。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局面？下一位，你这样说，
好像我们必须把自己与独裁政权相提并论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下一位，在这场冲突中，善与恶泾渭分明，难怪现代民主国家和压迫者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。下一位，恰恰是爱好和平的中国在担心局面失控，忘了他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了。我感动得泪流满面。中国人更不值得信任，中国人前面对你微笑，后面捅你一刀。不了，谢谢。下一位，中国已决定不让美国人介入，这就是习近平出访的唯一原因，其余的是在混淆视听。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和平谈判，扮演和平天使，这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因为俄罗斯人不会自愿撤军。下一位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国一直是这场冲突中那个渔翁得利的人，始终面带微笑，并始终如一地追求自己的权利利益。希望中国能设法促成双方都有利的和平，而且双方都不失面子，这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声望。怎样才能让双方先冷静下来？俄罗斯退出乌克兰，作为回报，中国向俄罗斯提出无法拒绝的战略联盟建议，这样的谈判可能需要几天时间。下一位，不幸的是，现在说的不失面子已经太晚了，那是行不通的，而且俄罗斯似乎就没有脸。下一位，这一次中国很可能发挥全球性的主导作用。下一位，除了经济实力，中国发挥不了任何主导作用，这也是美中两国不和的主要原因。下一位，我们期待什么？与此同时，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种族主义日益公开化，当然，针对西方的强硬战线正在形成。这是像肖尔茨、贝尔伯克和冯德莱恩这样的业余人士的天真正直的结果，我没别的期待。下一位，北京希望各方都保持冷静的想法已经落空，普京的行为一点也不冷静。当然，中国也不是中立的，习近平与俄罗斯看法一致，但我们希望中国现在由于世界市场面临更多的问题而受到影响，而不是从廉价原材料采购中受益。然而，他将以某种方式套住俄罗斯，但我担心这太乐观了。下一位，5亿中国人生活在贫困中，他们对气候保护的看法有些不同。另外5亿中国人只是在活命，他们在忙碌。在中国，只有共产党员过得好。下一位，去中国看看吧，你会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。下一位，中国知道见风使舵，不会为俄罗斯牺牲它，这将是令人兴奋的。西方应该武装自己，小心地保护繁荣的民主社会结构，这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专制国家只能加入失败者的俱乐部。下一位，这种情况绝不允许发生。西方让自己被俄罗斯和中国裹挟，俄罗斯赢得了时间，然后更加疯狂地开火。下一位，无论如何，越来越清楚了，习近平和普京俩，谁是厨师，谁是服务员？普京可能不再是厨师了。下一位，实际上有普京在，就不再有和平的可能性，就这么简单。下一位，如果习近平想让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，他必须跟上西方的步伐，与西方做生意。和普京在一起，他只能做歪门邪道的生意。与中国相比，普京的俄罗斯已经退化成了一个侏儒。下一位，谁是西方？我并不害怕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结盟，我害怕的是失去工作和正在向我们汹涌而来的经济危机。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，为了实现美国强硬派的地缘政治梦想。下一位，既然俄罗斯和中国好得多，你为什么还要住在西方呢？我们有行动的自由，没人限制你。下一位，这位网名叫从中共那里解放中国的人这么写：毫无疑问，习近平可以劝说普京从乌克兰撤军，但不幸的是，对他来说，地缘战略和政治利益肯定比他在世界上的声望更重要。因此，他将继续正式促进和平，非正式的支持俄罗斯人和普京。下一位，在莫斯科举行的会晤肯定是关于民主和人权、和平和人民自觉。我已经在期待着最后的新闻发布会，当然没有讨论的余地。下一位，很难看到这里面有什么积极的东西，希望能结束大屠杀。让我们祈祷吧，如果习近平与普京会谈开诚布公，然后飞到基辅，是的，飞到基辅，
并提出一个可接受的和平建议，那就太好了，祈祷并不困难。下一位，他将会失败，因为泽连斯基不希望与俄罗斯谈判。下一位，有了中国作为和平的保障力量是行得通的，俄罗斯可以将自己孤立于西方，但不可能同时孤立于西方和中国。又是这位读者，他说中国人也成功的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进行谈判，也许他们也将在这里实现西方国家无法做到的事情。下一位，这位读者的评论虽然只有一个人点赞，我也翻译出来，因为我觉得写得不错。这就是未来，这对西方来说是危险的。北京的经济实力和莫斯科的核武器，中国已经在作为国际调解人和秩序维护者进行运作，这是美国的传统角色。中国策划了伊朗和沙特的和解，而德国正在为琐事争论不休，一整年过去了，甚至还无法让军队获得1000亿欧元的资金，太棒了。下一位，虽然习近平这个角色也有问题，他可能是唯一能真正影响普京的人，因此如果他真的关心乌克兰以及他自己的和平计划，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，那就让他试试吧。下一位，只有当习近平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一起访问布查，他的调解努力才会变得可信。目前中国对经济危机和对核战争没有什么兴趣。此外，为了俄罗斯自己的利益，他肯定不想放弃与西方的进出口和技术转让。许多人曾呼吁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，无论好坏，习近平现在有这样的机会。德国知识补充，布查是乌克兰的一个村子，貌似去年突然一夜之间，西方媒体大肆报道那里出现过所谓的屠杀。注意啊，只是西方媒体这么报道，至于是否可信，留给你们各位自行理解。下一位，中国将增加其影响力，对冲突双方的影响力，因为中国对局势的缓和和稳定有很大兴趣。然而，中国永远不会站在西方一边，因为他认为美国是一个拥有自己地缘战略自我利益的角色，是个地区名副其实的问题所在。而现在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下一次全球对抗已经近在咫尺，我们欧洲人已经输了，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我们自己家门口的冲突。下一位，严格来说，欧洲并没有真正的我们，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，就只有许多或多或少有着不同利益的我。下一位，请不要搞错了，美国和俄罗斯对一个统一和强大的欧洲都没有兴趣。下一位，即使在德国，当我们审视我们自己的政府时，也没有我们，反对派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，只能谴责新政府还没有补救自己以前的失败，目前都是废话，都是垃圾。下一位，有人反复说，否则还能说什么呢？只有乌克兰才能决定是否进行和平谈判，以及以什么条件进行和平谈判。但我的看法完全不同。北约的命运现在与乌克兰的命运紧密相连，不能让乌克兰独自决定。下一位，北约不是交战方，所以只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可以决定，就这么简单。下一位，乌克兰的明显失败，同时也是北约的失败，这是他向世界发出的信号，世界会以此来衡量。北约，尤其是美国人无法承受这种情况。下一位，这位读者的评论没有点赞，也没有人踩，但我还是翻译出来。中国只做一件事，任何有利于中国的事，而普京让西方忙得团团转，这分散了西方的注意力。令习近平恼火的是西方的团结，他希望战争能削弱西方的经济，以此让中国有更大的影响力，至少在非洲、亚洲和南美。西方应该赶快为可能发生的下一次冲突做准备，不是用武器，而是用贸易。习近平不会劝说普京放弃，这对他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。下一位，尽管很乐观，但我们不能指望习近平会提出一个诚实的和平建议，他只提出对他有利的东西，另外也包括与台湾有关的利益方面。下一位，习近平正在玩他的游戏，但他不会劝说普京放弃，恰恰相反。下一位，习近平太聪明了，他不会对普京这样的问题人物抱有幻想。
同时他也被卷入与美国的权力斗争中。他会努力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东西。让我们看看他这2次俄乌国事访问的结果和后续影响吧。好了，我们就此打住吧。至此可以发现，绝大部分读者对习近平，当然他代表的是中国，持怀疑及负面的态度。不过，如果习主席真的能说服双方，能坐到谈判桌的话，就是很大的成功。这也将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。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